上百名警察被打晕，整个南俪首都警察厅几乎宣告瘫痪了。厅长郑多熙被送进了医院，经诊断，他的身上3处骨折，轻微脑震荡，甚至对于自己究竟是被谁打成这样的，都已经记不起来了。眼看着安全峰会在2天后将要召开，南俪首都却闹出了这么一场大乱子，简直是啪啪打脸。首都警察厅都被钉在了耻辱柱上了。出了这种事故，就算是有4大世家的支持，郑多熙也别想连任厅长了。然而李在光问责的电话还没打过来呢，躺在医院里的李贤成和崔东圭便出事了。之前把这俩少爷打晕的那个华夏男人，又大摇大摆地闯进了医院里，把他们又重新打了一遍。李贤成和崔东圭浑身上下多处骨折，起码得在医院躺上半年。不仅是他们，李家和崔家留在医院的20多个保镖也是个个骨折，人事不省。李在光暴怒到了极点，他这2年在家族内部炙手可热，已经很久没人这么上门打脸了。把公司里没接任务的安保全部派出去，把首都给我翻个遍，我就不信找不到这个家伙。李在光怒气冲冲地说道。他看起来大概50多岁，两鬓已然全白，头发一丝不苟地向后梳着，穿着一身黑色西装，一看就是那种精英高管的形象。在李在光这些年的努力下，李家进入了其他几大财阀们没有涉足的安保领域，业务迅速扩张。李在光本人也从家族边缘人物一下子跃居核心成员圈子。如果李在光能再多接手几个核心产业，继续保持这种上升势头，再过10年，未必没有机会争一争李家的家主之位。这时候，秘书走了进来，说道：“总裁崔海珠先生到了。”李在光叮嘱道：“在我和崔先生谈话期间，任何人不得打扰。”是。崔海珠就是崔东圭的父亲，目前负责整个崔家的金融业务，名字也连续多年挂在南俪本土的财富榜上。他比李在光要大上2岁，但与对方所不同的是，崔海珠从出生起就一直是崔家的核心人物，也是未来崔家家主的有力竞争者。崔海珠进来之后，还没顾得上坐下，便立刻说道：“在光，我听说你把公司的精英安保全都派出去了。”是啊，我都要成为家族的笑柄了。李在光咬着牙说道：“海珠兄，我们合作，拉网寻找，一定要把这个嚣张的华夏人给挖出来。”崔海珠沉声说道：“在光，你先别急，我总觉得这次的事情透着一些不对劲。”李在光的眉头一皱：“海珠兄，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这不是偶然？”崔海珠的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表情凝重。在我们的印象里，华夏人一直谦逊有礼，守时守序，什么时候遇到过这么嚣张的家伙？尤其是这可是在南俪首都的范围内，对方竟然肆无忌惮到了这种程度。经他这么一说，李在光也稍稍冷静了下来。他沉思了2分钟，才开口问道：“海珠兄，你觉得这次的对手是在针对李家和崔家？”“不一定啊。”崔海珠摇了摇头，面色透着清晰的凝重。“我甚至觉得可以具体到个人。”李在光的眉头狠狠皱起。“针对的是你我2人。”崔海珠说道。“在光，这次的冲突里，申家和郑家的2个小子从头到尾都没有受伤，而那个华夏人偏偏又返回医院，把贤成和东归又打了一遍。”李在光的眼睛里透着凌厉之意。“果然，针对性实在太明显了。”崔海珠说道。“对方之所以这样做，也有可能是为了故意把怀疑的焦点
转移到申家和郑家身上去，想一次转嫁矛盾，让我们跟那两家拼个你死我活，两败俱伤。那么对方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呢？李在光摇了摇头，长长一叹。崔海珠说道：在光，你这2年的风头太盛了，越是接近家族的核心权力圈子，所要面对的危险也就越多。顿了顿，他压低了声音补充道：而这些危险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内部。李在光自嘲地笑了一下。现在想想，金在旭能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就能镇住金家，稳坐家主之位那么多年，真不知道他是如何办到的。就在这个时候，敲门声忽然响了起来。李在光的面色一沉。我不是说过不许任何人打扰吗？一道女人的声音响了起来。你的秘书确实不让我进，所以我让他睡了一会儿。对于李在光来说，这一道声音是完全陌生的，他之前从未听到过。办公室的门被缓缓打开了，一个戴着棒球帽和大号墨镜的女人出现在了李在光和崔海珠的视线里。你是谁？李在光的心陡然往下一沉，因为外面可不只有秘书，还有好几个精英保镖，他们居然都没能拦住这个女人。这位安保公司的老总第一反应便是拉开抽屉，想要拿起放在里面的手枪。可是就在此刻，一股庞大而无形的气势忽然自面前女人的身上散发而出。这气势实在是太强烈了，似乎瞬间凝结了整个房间的空气，使得李在光和崔海珠几乎动弹不得，甚至连呼吸都感觉到无比的艰难。你到底是什么人？李在光挣扎着问道。此刻对方给他的印象简直可怕到了极点。你确定要知道我是谁？棒球帽女人伸手抬了抬帽檐，轻轻一笑。如果知道我是谁，那么你们可就要死掉了。李在光和崔海珠的心同时咯噔了一下。崔海珠张了张嘴，刚想说我们想活得久一点，不想知道你是谁，可话尚未来得及出口，他们便惊恐地看到对面的女人缓缓地摘下了脸上的墨镜。这时候罪魁祸首苏无忌正带着朴姐姐和小庞在酒店房间里看着新闻。老高真是给力啊！苏无忌笑道。一个人团灭整个首都警察厅，这家伙要成为南吏的头号通缉犯了。这家伙笑得颇有些幸灾乐祸。而这时候他的手机响起来了，一看来电，居然正是高海峰。沉沉的声音从电话里面传了出来。你看到新闻了吗？苏无忌笑道。老高你太猛了，幸好我们不是敌人。高海峰说道。我得到的最新消息是，李家和崔家把人都撤回去了，暂时放弃找你报仇。苏无忌闻言摇了摇头。不应该啊，他们的儿子都被我打成这样了，还能咽得下这口气。顿了顿，他说道。或者说这两家有聪明人已经看穿了我要做什么了。高海峰。不可能。苏无忌。为什么？老高沉声说道。因为我都没看出来你要做什么。苏无忌哈哈一笑。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高海峰说道。我不在乎什么南北破冰计划能否顺利进行，但如果严坤再联系你，一定要立刻告诉我。苏无忌笑眯眯地说道。你这么在乎天泉神殿的清月计划，月神到底是你什么人啊？高海峰淡淡道。我不认识月神。随后他把电话挂断了。苏无忌登录了博客的邮箱，并没有收到任何的新邮件，完全无法知晓天泉神殿的具体任务进度。然而
这个时候，一个通讯申请发了过来，正是严坤。苏无忌立即接通了，似乎对方也在等待着他的上线。苏无忌笑眯眯的道：怎么又有兴致给我打电话了？严坤说道：我本以为这个时候的你应该在警察厅的审讯室里。苏无忌说道：我正享受你们南离国妹子的按摩呢，找我什么事儿啊？李在光和崔海珠都死了，死在了办公室里。严坤说道：是不是你干的？苏无忌呵呵一笑：别什么事情都想着往我的身上栽赃，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们。嘴上虽然这样说，但是这一刻，苏无忌的眼光已经变得凌厉了起来。他当然知道这俩人是谁。李贤成和崔东归被自己打了一顿，现在两人的父亲都死了，苏无忌自然是成了最受怀疑的对象了。他就是最有作案动机的那个人。严坤的嗅觉很敏锐，听到苏无忌这么一否认，他似乎立刻得出了判断。看来不是你干的。你还算比较明智。苏无忌呵呵一笑：那个叫奥丁的家伙这么宠幸你，看来确实是有原因的。严坤说道：但有人想要借你的手除掉他们。苏无忌说道：怎么你告诉我这些消息是来向我示好的？严坤说道：我再告诉你一个重要线索，我查过了，你今天早晨与李贤成这伙人的冲突并不是偶然。苏无忌的眼睛一眯：不是偶然。严坤说道：是被人刻意制造的相遇。苏无忌的眉头一皱：不是你干的。他本来设想过自己与李贤成的遇见是不是被人精心设计的，但后来推翻了这个想法。看来背后那只无形的手还在拨云弄雨呢。我后来觉得不对劲，去看了现场，在李贤成等人回家的必经之路上被人放置了好几个维修警示牌，他们只能选择绕行另外一条路，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严坤说道。苏无忌说道：所以那条路并没有维修。没有，只是放了牌子阻断了交通。严坤说道。苏无忌沉默了足足2分钟，随后他才说道：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借刀杀人，但最讨厌的事就是被别人当成刀借走。严坤做决定的时候也是相当果断，直截了当。既然如此，我们联手。苏无忌呵呵一笑：跟你联手个屁呀！你搞搞清楚，老子来到南厉是来抓你们的。这时候他已经听到了从电话里传出来一道话外音：组长，不好了，通话时间过长，有黑客锁定了我们的位置。严坤立刻低吼道：该死，你再阴我！苏无忌哈哈一笑：不然老子刚刚为什么沉默了2分钟？你以为我是在沉思？那是在给定位争取时间。他的话音尚未落下，激烈的枪声已经从电话那端响起。苏无忌并不指望这一次就能阴死严坤，虽然仅仅隔空交手2、3次，但苏无忌已经非常确定，这个出身于米国中情局的高级特工已经是他这些年来所见过的非常难搞的对手了。10分钟后，苏无忌的手机响了起来。不说，只弄死了4个人，而且死者都是白人，并没有那个严坤。崔西的声音传了出来：是的，窜西天王已经大驾光临了。就在刚才，他抱着加特林6管机枪对着一幢房子疯狂扫射，墙壁被打得千疮百孔。在这样的火力压迫之下，里面的天泉神殿成员们根本待不住，一个个
不得不疯狂地往外跑。而另外一边，汉密尔顿抱着一把狙击枪，精准收割。苏无忌通过之前的交手，已经预判了严坤的大概位置，就在南立大学正门周边200米的范围内。毕竟当时在天泉神殿的狙击手对着杰尼赛斯开枪射击的时候，严坤从他的窗口必然能看到这里。但仅仅依靠苏无忌自己没法精确定位，这种时候必须让超级黑客艾米拉出手。苏无忌之前就提议过，要艾米拉通过伯克的邮箱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严坤手底下也有一个实力相当强悍的黑客，艾米拉不是不能突破对方所设置的防火墙，但突破了一定会引起警报。既然要定位，那么就得效果最大化，直接奔着弄死对方的目的才可以。所以这才有了刚刚那持续2分半钟的通话。其实艾米拉只花了1分钟就完成了定位，剩下的1分半钟留给在附近搜查的崔西和汉密尔顿赶到院落跟前。于是当严坤手底下的那一名顶尖黑客发现自己的防火墙被突破的时候，装着崔西和他那挺加特林机枪的面包车正好驶到了这一处民居的院外。干掉4个人已经可以了，苏无忌笑着说道。让天泉神殿在窜息天王的喷射下颤抖吧。滚蛋，不许提老子的黑历史。崔西怒道。苏无忌哈哈一笑，随后道，对了，提醒你，那个严坤可不好对付，当心他调转头来捅你菊花。崔西喊道，只要他敢，老子绝对把加特林的6个枪管一起捅进他的喉咙里。汉密尔顿的声音在一旁响起，不，你会拉他一嘴。混蛋，汉密尔顿，我现在先拉你一嘴。苏无忌听不下去了，把电话给挂断了。他随后看向了朴妍希。妍希，严坤说李在光和崔海珠都死了。他没撒谎。朴妍希抬手指了指电视画面，此时正在播放即时新闻。新闻的内容正好是李在光和崔海珠全部死在了南星安保集团的总裁办公室里。而在他们死前10分钟，大楼所有的监控探头全部陷入故障，根本没拍到任何凶手进入的画面。记者在直播中说道，李在光和崔海珠的体表看不到任何伤口，只有后脑勺颅骨破碎，疑似头部遭到重击。李先成和崔东圭这2位财阀少爷被打伤，他们的父亲也都突然死亡。那个当众殴打他们的华夏男人已经成了最大的嫌疑人。毫无疑问，此时所有的怀疑矛头都指向了苏无忌。2个家族核心人物突然死亡，崔家和李家已然发生了大地震。记者继续说道，据传言说，雇佣凶手的背后雇主极有可能来自李家和崔家内部，2个家族正处于权力的交替时期。李在光的。苏无忌摇了摇头，把电视的声音调小了一些。这记者瞎扯淡，8成是看财阀家族内斗的小说看多了。高海峰的电话再度打来了，一接通之后，他便问道，是不是你干的？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我能公然当着你这个国际刑警专家的面杀人吗？高海峰，你能？老高你特么？苏无忌，我犯得着去杀那2个纨绔少爷的爹吗？我连他们办公室的门朝哪个方向开都不知道。高海峰说道，我也认为不是你干的，秀。苏无忌，那你还问？高海峰的语气里没有丝毫波动，只是最终确认一下。
你要是闲得发慌，就去查一查真凶，看看是谁在背后陷害我，行不行？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我会调查出来的。高海峰说道。但我确定，这不是金家和崔家的内部人在借刀杀人。不是借刀杀人。苏无忌，你有证据吗？自己没被别人当成刀，这对苏无忌而言绝对是个好消息了。他之前对严坤所说的那句最讨厌的事就是被别人当成刀借走，的确是少见的心里话。高海峰说道。没有证据，这是直觉。明明是猜测，可他偏偏用的是一种很肯定的语气。苏无忌，你丫的肯定知道真相，这种时候还不开诚布公，过分了啊！高海峰说道。李在光所负责的安保集团，去年在欧洲迅速扩张业务，吃下了好几个军方的大订单。我怀疑这背后有黑暗世界、天神级势力的支持。苏无忌说道。天泉神殿。高海峰，我不确定。不啊，你确定？苏无忌摇了摇头，停顿了一下说道。对了，严坤联系我了。他说什么了？高海峰立刻问道。他要跟我联手，但差点被我弄死。苏无忌接着便把两人的所有对话全部复述了一遍。干得漂亮。高海峰的语气微微提高了一些，这明显是在真心夸赞了。能被你这种性格的人夸奖一句可真不容易。苏无忌说道。我替。高海峰本想说什么，突然止住了话头，似乎省略了半句话，随后道：谢谢你。苏无忌笑眯眯地把那半句话给补上了。替月影神殿谢我的。高海峰的话锋突然一转，别把动静搞得太大了。苏无忌咧嘴一笑。怎么，你这刑警专家终于看出我要做什么了？猜到的。高海峰顿了顿，说道。厉害。苏无忌，还差最后一把火，你能帮我添点柴吗？高海峰说道。我怕你最后把火烧得太旺，会引火烧身。苏无忌哈哈一笑。你说这话的意思是不是就是答应了？高海峰没吭声，直接挂断了电话。南立大学附近的一处民房遭到剧烈枪击，死亡4人。随着李在光和崔海珠身死，李家和崔家内部地震，家族权力争斗突然进入了白热化状态。首都秩序混乱，警察厅瘫痪，给安全峰会的顺利举行蒙上了一层阴影。京城元坐在办公室里，听着秘书念着一条条简报，简直一个头两个大。行了行了，别念了。京城元揉了揉眉心。再这样下去，我都快要被次长先生撤职了。在安全峰会前夕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国家情报院的次长洪仁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南立国家情报院下辖3大处，分别是国际情报处、国内事务处以及反间谍行动处。京城元是国际情报处的处长，无论是安全峰会还是破冰计划，都和他的这个处室分不开干系。一旁的秘书也不知道该怎么劝慰，他此时甚至有点同情这位位高权重的处长了。屋漏偏逢连夜雨，这人居然还能在短时间内连续倒霉好几次。你先出去吧，让我静静。京城元揉了揉太阳穴，一天一夜没合眼的他显得非常疲惫。只有他知道，搞出这一切乱子的8成是自己找来的那位华夏强援。京城元沉沉叹息，这都乱成一锅粥了，还是宋鹤鸣强力推荐的人，这到底靠谱吗？他其实想的不是要向情报院次长交代，而是该如何向自己的家族大哥交代。如果这次的事情办砸了，那么自己在家族内部将再无半点前途可言。而就在这个时候，处长办公室的门
被人从外面一把推开。进来的是一个头发全白的西装男人，看起来60岁左右，不过他头发虽白，却一点也不显老态，尤其是双眼始终炯炯有神。这位就是情报院的次长洪仁泽。次长先生，您怎么来了？金成元起身，抱歉的一笑。我正想要去找您汇报情况。他已经猜到洪次长来到这儿是要兴师问罪的了，可是洪仁泽却一把抓住了金成元的胳膊，说道：金处长做得好。阿景为师。饶是金成元身经百战，此刻也有点反应不过来了。这哪里好？洪仁泽的脸上可没有半点怒意，他说道：就要搞出这样的烟幕弹迷惑所有人，现在的南吏越乱越好。金成元觉得次长此刻所说的话好特么小众。洪仁泽说道：总统先生特地打电话来夸奖了我们，他非常认可我们这次所采取的战术。金成元，是。洪仁泽又重重地拍了拍金成元的肩膀，笑道：只是金处长，你下次打出这些精彩战术的时候，能事先告诉我一声吗？这样我在面对总统夸奖的时候也好有个心理准备。金成元抹了一把头上的汗，尴尬地陪着笑道：一定一定，请次长先生放心。洪仁泽说道：反间谍行动处正准备找崔海珠和李在光的麻烦，你这边就先下手为强了，做得非常好，但记得不要被那些无孔不入的记者们抓住痕迹。又鼓励了几句之后，洪仁泽才满意的离开。金成元站在原地尬笑着，一头雾水。他随后问向秘书：去反间谍行动处里打听一下，看看崔海珠和李在光到底是怎么回事。秘书刚刚要去办这事儿，金成元便改了主意：算了，我亲自去问。然而这次询问的结果让金成元很意外，因为无论是李在光还是崔海珠，从来都没出现在反间谍行动处的抓捕名单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金成元自言自语：总统和次长，他们到底哪根筋搭错了？而此时次长洪仁泽回到了办公室，在他的办公室里坐着两个像是姐妹花一样的漂亮女人，一个沉静温润如清晨带露的玫瑰，精致到挑不出任何一点瑕疵，双眸之中透着智慧的深邃；另一个姑娘则是青春璀璨如初绽的樱花瓣，正是最绚烂的年纪。洪仁泽的脸上热情洋溢：赤英小姐，我们好久不见。焦头烂额的一天过去了，距离东亚安全峰会召开只剩下24小时了。以国家警察厅为主的会务组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可是把上百名警察打伤的凶手却不见了踪影。其余几个参会国家的警察部门重要负责人几乎都已经抵达了南俪首都，他们也都得知了此事。和情报院次长洪仁泽那春风满面的模样所不同的是，国家警察厅的厅长全昌浩一边在强颜欢笑地欢迎客人，一边对下属们眉头紧皱。安全峰会召开的前夕，南俪首都真是一点都不安全，简直是给东亚的其他国家树了个反面典型。全昌浩刚刚接待了几波客人，走回了休息室，关上门之后便摇了摇头，重重地叹了一声：刚刚几个国家的部长都对我们首都警察厅的遭遇表示了关切和慰问。全昌浩咬着牙说道：可是他们的每一句关怀都像是在重重地抽我的耳光。他这边和国家情报院并不是同一条线，虽然身为国家警察厅的最高负责人，
可全昌浩甚至都不知道破冰计划，更不知道这个国家的某些高层准备借着安全峰会之机，把破冰会晤完美的隐藏起来。这简直不吝于恐怖袭击，是谁搞的？到底是谁搞的？全昌浩明显有些无力，他甚至开始猜测是不是有政敌在借机对付自己。现在已经有不少民众在网络上高呼，要求全昌浩下台了。名义如此，全昌浩如果最后依旧找不到凶手，大概率是要被逼着引咎辞职了。然而这时候他的手机上收到了一条信息，内容是凶手不着急找，先办好这次的峰会，这才是国家警察厅的重中之重。看到这一条信息，全昌浩愣了一下，因为这条信息是总统发来的。他立刻回了一条信息：国家警察厅正在紧急搜捕嫌疑人，请总统先生放心，峰会期间南丽绝对不会再出现任何的乱象。总统那边并未回复。又过了1个多小时，已经撒出去了那么多警力，却仍旧没有收到任何的有效消息，这让全昌浩焦虑的简直茶饭不思。这时候秘书走了进来，说道：全厅长华夏的夏洪镇部长来了。南立国的国家警察厅和华夏的部算是级别一样的了。当然，老夏虽然名义上还是个副的，可他能指挥动的人数不知道是全昌浩的多少倍。全昌浩立刻站了起来：走，随我去迎接。他揉了揉皱起来的眉心，尽力换上了一副热情微笑的表情，但整个人还是疲惫难言。夏洪镇已经在会客室了，他穿着的是黑色的西装，白衬衫配着红色领带，很简单的搭配，却笔挺又肃然，整个人如松又如月，仿佛自带威严，让人本能地感觉到有些难以接近。平心而论，老夏绝对是美男子了，甚至还超过年轻时候的宋鹤鸣，尤其是那如远山一样的眉毛，大气磅礴之中有天生精致，而那一双眼睛更是有点像是桃花眼的形状。可从这双眼睛里射出的光芒，却从来都和脉脉含情半点边都不沾，反而是极为的深邃锐利。如果苏无忌在这里，就会明白为什么自己第一眼见到陈曦的时候，会觉得对方暴露在口罩外面的眉眼会给他带来一种熟悉感了。他以往真的经常在电视新闻里看到老夏。夏部长，欢迎来到南丽。全昌浩笑着出来迎接。他和老夏虽然说不上亲近，但也远远谈不上陌生，双方不是第一次见面了，甚至在两人都还不是部长级的时候，就有过好几次的合作，对彼此都算比较了解。对于这位华夏的同行，全昌浩只有一个评价：不要当他的敌人。全昌浩一出来，在场的南离工作人员们都纷纷松了一口气，因为夏洪镇之前的气场实在是太强了，他的目光所及之处，空气似乎都变得凝结又沉重，压得人心头沉甸甸的。毕竟这样的眼光是常年与犯罪分子交锋所磨砺出来的，除了经常和他对着干的亲生女儿之外，很少有人敢轻易凝视这锋利的目光。夏洪镇淡淡微笑着说道：全厅长，听说你最近辛苦了，看起来确实有些憔悴。全昌浩一听这话，脑袋都大了，他苦笑道：在峰会的节骨眼上发生了这种事情，真是让夏部长见笑了。不过我们南离可以保证，峰会期间一定会无比安全的。夏洪镇笑了笑：当然，不过参观南丽首都警察厅的行程还在吗？
全昌浩简直无语，这个老夏简直明知故问，哪壶不开提哪壶。整个峰会流程已经提前发给各个参会国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参观地就是参观南俪首都警察厅。毕竟这个警察厅已经连续20年被总统嘉奖了，是整个南俪警方的门面。然而这个门面现在几乎被高海峰一人给打瘫痪了。这个行程临时取消了，夏部长，我们还会安排其他的参观活动的。全昌浩微笑道。夏洪振点点头，忽然说道：昌浩，是啊。听了这称呼，全昌浩一愣，因为夏洪振在此之前可从来没有这么称呼过他，这听起来有点亲近，似乎不该是夏洪振这种严肃性格所能喊出来的。夏洪振拉着全昌浩走到了一边，其余的工作人员并未跟上，随后道：我大概了解你们正韩之间的派系，总之我感觉你不是太清楚所有的事情。夏部长，这是什么意思？全昌浩说道：我不太明白。我们身在局外，可能比你这局中人看得更清楚一些。夏洪振的手轻轻放在全昌浩的肩膀上。昌浩，你个性老实，有些时候换的思路才能海阔天空。能做到现在这个位置，全昌浩当然不是老实人，但和那些政客相比，他确实是偏实在了一点。在成为南俪国警界的最高领导者之前，他曾经在一线工作多年，成绩非常出色。然而当了这几年一把手，全昌浩把之前积攒的声誉耗了个一干二净。这倒是不能怪他，实在是因为南俪的派系林立，太过复杂。纵使全昌浩有一颗想干事的心，也仍旧非常掣肘。全昌浩苦笑道：夏部长，如果不是了解你的为人，我还以为你刚刚那2句是在挑拨我和他们的关系。他抬手指了指总统办公楼的方向。夏洪振摇头笑了笑：我先走了，回酒店休息一下。全昌浩忽然拉住了他，问道：夏部长，如果你是我，现在会怎么办？夏洪振说道：什么都不做，静观其变。明白了。全昌浩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在想通了这一点之后，他眼睛里的疲惫之色竟是随之而消解了不少。我也回去休息。全昌浩笑道：什么都不做。他其实并未猜透到底要发生什么，但对于老夏的人品莫名信得过。两人走到了车边，夏洪振又说道：以后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华夏旅游，放松一下。听了这句话，全昌浩的身体微微一震。他虽然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但已经听明白了老夏的潜台词。感谢提醒，夏部长慢走。全昌浩说道。夏洪振和他的秘书随后上了车。秘书是女的，穿着一身浅灰色西装，容颜精致的挑不出瑕疵，但是却透着些许的冷意，显然是天生性格如此。如果苏无忌在这里，肯定会很吃惊，因为此人正是岳格格。身为中央调查局的行动处长，岳冰凌竟然以夏洪振秘书的身份来到了南俪，也不知道是不是有其他的任务在身。上车之后，岳冰凌率先开口：夏部长，您对全昌浩透露了很多，他迟疑了一下，忍住了话头。如果岳格格这次面对的是宋鹤鸣，怕是直接质问对方为什么泄露机密了。夏洪振看了看这面如冰霜的姑娘，难得笑了一下，说道：看似说了很多，其实什么也没透露，全靠全昌浩自己体会吧。要是普通下属，
夏红振不仅不会解释，反而一个眼神就让对方闭嘴了。可毕竟人家是岳国泰的闺女，从小喊自己夏叔叔的。岳冰凌说道：夏部长，我不太明白。其实全昌浩这人不错，以前有一次抓捕跨国犯罪团伙，他及时提供情报，救了我们好几个卧底警察，这个人情我一直没还他。原来如此。岳冰凌点点头。夏红振展现了难得的耐心。如果破冰计划真的顺利进行，那么这件事情到最后一定会有人被当作牺牲品。全昌浩以前在一线多年，抓起北边老乡可是毫不手软，说不定就得被拿来祭旗。南离政坛上的斗争从来都是无比残酷的，岳冰凌也是一点就透。我明白了，夏部长是想救全昌浩一回。也不只是这样，夏红振笑道，毕竟作为邻国，我们也不想看到南离的政坛太团结，能挑拨一下也是顺手的事情。以他直来直去的性格，此刻不知道该接什么话了。其实这不是我本意。夏红振笑道，你领导特地让我帮他做的。宋局。岳冰凌抿了抿嘴，宋局他人品习惯性这样了。要是苏无忌在这里，肯定得喊一声老鹰比。夏红振说道，冰凌，你们的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然而此时岳冰凌还没回答呢，司机忽然喊道，部长小心。此刻有些堵车，旁边一台车的车窗打开，往这边丢了一封信。信封上自带双面胶，丢过来之后直接被粘在了车窗上。看到有个信封被贴在了车窗上，岳冰凌立刻开门下车。然而旁边的车窗户已经关上了，司机直接猛踩油门，把前面的车子顶了出去，腾出了拐弯的空间，猛地掉头汇入对向车道里，迅速远去。其实夏红振所在的这辆车子后面还有一辆安保人员随行车辆，只是事发突然，现在堵车状况又有些严重，他们来不及掉头追踪。夏红振也下了车，被2名安保人员背靠背的夹在中间。他目光沉沉地盯着远去的那台车，没说什么。老夏本来就是一线干警出身，这些年经过的风浪不知道有多少，如果不是在南韩的地界，他应该已经直接调动警力进行大规模布控了。岳冰凌走到后车窗旁边，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副取证用的白色手套，小心地取下了那个粘在玻璃上的信封，然后打开。里面并不是什么新型炸弹，而是一封信。岳冰凌没擅自做主拆开看信件内容，而是看向了夏红振。打开看的。老夏沉声说道。岳冰凌打开了信纸，上面用英文写着，夏部长，我的兄弟被华夏公安抓了，如果10个小时之内没放人，那么下次丢到你们车窗上的就不是信件，而是吸盘炸弹。在这一行字的后面附了一个护照复印页。护照上面是个络腮胡男人，名字叫德拉蒙德，丹麦国籍。夏红振呵呵一笑，这是在警告我呢。他把信纸随手塞进了路边的垃圾桶里，说道，上车。上车之后，岳冰凌说道，这个德拉蒙德是欧洲的一家制药企业的首席科学家，去年来到华夏，被我们的警察秘密抓捕了。即便受到了死亡威胁，可夏红振的语气里仍旧听不出丝毫的紧张和慌乱。他淡淡说道，是我下命令抓捕的。岳冰凌说道，对方这次的行动非常精准，看来做了很久的准备了。在华夏国内，
他们可不敢打老夏的主意，可在后者出国的第1天，便直接按捺不住低下手了。夏洪振说道：这个德拉蒙德是几个制毒集团的摇钱树，最近几年新冒出来的那几种新型毒品都是他主导开发的。岳冰凌轻轻点头，他确实有听说过，这个德拉蒙德被抓之后，欧洲的那几个大毒枭都要急疯了。毕竟那几个新型毒品的配方还被这家伙攥在手里呢。如果被华夏持续扣留的话，这些集团就要面临着断货了。夏部长，我们怎么办？岳冰凌说道：无论如何，您的安全不能出问题。冰凌，虽然有好几年不见，但我还是更习惯你喊我夏叔叔。夏洪振似乎一点也不着急，反而说道：叫夏部长听起来有点疏远了。是，夏叔叔。岳冰凌说道。夏洪振转而问道：如果是你也处在我的这个位置上，你会放人吗？岳冰凌摇了摇头，没有半点犹豫，直接说道：不会。夏洪振笑了笑：所以我们不会向任何犯罪分子妥协啊。岳冰凌雷厉风行地说道：是，我立刻制定行动方案。你来到这儿本来也是有着其他的任务，就不用分心管这件事情了。夏洪振说道。他随后看着岳冰凌，竟是叹了一声：冰凌，子熙要是有你这么优秀上进，那就好了。如果夏子熙能按照夏洪振的要求，老老实实的进入体制内，现在的级别应该也和岳冰凌差不太多了。只是可惜，自家长女背靠着这么多的资源，自身的能力与条件也非常好，可偏偏要去开个咖啡馆。每当朋友之间闲聊起各自的子女之时，夏洪振总是觉得面上无光，根本开不了口。岳冰凌听到了这句话，莫名想起了皇后酒吧的老板苏无忌，于是说道：其实子熙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真的挺好的。开咖啡馆听起来比开酒吧甚至还正经一些。在半年之前，岳格格可从来不会想到自己会和一个酒吧老板产生那么深的纠葛。他现在对于任何职业都没有半点歧视的想法，甚至偶尔还会向往进入某个酒吧老板的生活。夏洪振摇了摇，显然不认同这一点。不听父母的话，终究是要吃亏的。夏子熙只有狠狠跌个跟头，才会后悔当初的选择。岳冰凌的直接性子在下一句话里又体现出来了。夏叔叔，我不认同你的观点。冰凌，你还年轻，等你以后有了自己的孩子，或许就不会这么想了。夏洪振也知道岳冰凌的性子，他当然不会有任何的计较。其实老夏甚至觉得今天的岳冰凌并不像平日里其他人吐槽的那般不近人情，似乎和传言里的那个他有些许的改变。是什么原因让岳冰凌的身上产生这些改变的？夏洪振那一线干警的敏锐嗅觉本能地开始了发挥作用。他笑呵呵地看着岳冰凌，一语道破了真实原因。冰凌，最近谈恋爱了。此言一出，岳冰凌稍稍一怔，随后竟是很认真地思考了一下，才回答道：严格说来还没有，但是……夏洪振笑道：那就是有心仪的对象了。岳冰凌的眸光轻垂，没有再否认，而是轻轻点了点头。老夏真的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以岳冰凌的冰冷性格，能让他动心的得是什么样的青年？你比夏子熙强多了，她到现在还没个男朋友。夏洪振又把话题扯到了自己的闺女身上，
摇了摇头，说道：既然自己不努力，给我找一个有上进心的女婿也行。可夏子熙倒好，让我顺心的事情是一件也不愿意做。岳冰凌直截了当，一针见血。夏叔叔，您不能总是生活在比较之中。此时老夏所在的车子远去，而他们所不知道的是，就在老夏的车子被粘上信封的那一刻，一台无人机已经从旁边大楼顶上飞起，对逃走的车子开始进行循迹高空跟随。夏部长，抱歉，我们已经开始调查了，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结果。半小时之后，全昌浩赶到了酒店，一见到老夏便是连连道歉。他本想好好休息一下，却没想到老夏这边竟然遇到了袭击。全昌浩不久前才刚刚夸下海口，说峰会期间绝对安全，转头就被狠狠地打了脸。之前已经放松下来的心情瞬间消散无踪。这不算什么大事，而且对方并不是在针对南离方面。夏红振说道：昌浩，你应该回去好好休息，不用自责。我已经下命令加强酒店周围的安保，绝对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了。全昌浩说道。夏红振笑了笑：对方针对的是我，没必要把南离警方也给牵连进去。全昌浩说道：夏部长，要不我们两国成立联合行动组，解决这件事情？夏红振笑着说道：没必要，等10个小时之后再看看。我还想知道他们到底能用什么办法对付我。老夏是真的不怕事儿，但现在的全昌浩可是要怕死了。峰会期间要是再出事儿，他的脸可就别要了，从此必然会成为东亚几国的笑柄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名警察厅的下属跑了进来，深深吸着气，说道：不好了，厅长，首都城南发生了激烈枪战。什么？听到了这句话，全昌浩的脸都已明显白了好几分。明天开会了，今天发生枪战，没完没了了是吗？现场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全昌浩的身子晃了一晃，问道。这名下属说道：我们的人正在赶过去，现在还不知道具体情况。然而他的话音尚未落下，空气中便是隐隐约约地传来了一声爆响。这声音的产生地点距离此地似乎还是有些远的，传到这儿已经不算清晰了，但在场的人都是经验丰富，大家都很确定这就是爆炸。这名下属判断了一下，立刻说道：是从城南传过来的。又是枪战又是爆炸，南离首都都特么要乱套了。此时的全昌浩脑袋都大了，他简直想要冲到交战一线，让那些敌对分子把自己一枪打死算了。然而这还不算结束，这一次爆炸过后，又是接连好几声轰轰轰轰。全昌浩深吸了一口气，说道：调集所有战斗警察前往城南，必须要控制住现场秩序。说完，他顾不得与夏红振告别，便匆匆忙忙地跑了出去。夏叔叔，我去现场看看。岳冰凌说着就要往外走。夏红振看了岳冰凌一眼，笑道：我和你一起去啊。岳冰凌迟疑了一下：您的身份特殊，这不合适。夏红振微笑着说道：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在一线干了那么多年了，我也想近距离看看，到底是哪位能人异士能把南离搞成这样。岳冰凌拗不过他，只能叫上几名随夏红振出行南离的安保，全员带上武器，匆匆出发。老夏显然不是个怕事的主，他竟是拿了一把手枪别在了腰间。此时苏无忌
正在城南，说道：崔西，你的无人机都炸完了，好歹多带几个来啊，这玩意炸起来可真爽啊。崔西没好气地喊道：那都是我私人掏腰包买的，现在却给你们华夏免费打工了。苏无忌乐道：我事先也没想到欧洲的大毒枭居然来了3个，走走走，冲进去砍死他们。说完，他一马当先冲进了浓浓的烟尘之中。苏无忌本是让游侠神殿分出一部分力量帮忙盯着峰会这边，没想到却阴差阳错的帮了老夏一把。他更没想到的是，这次负责追踪的无人机居然拍到了3个老熟人。欧洲的3大毒枭居然全部来到了南利，谢菲尔德、凯尔斯以及麦金利。这3人常年藏在黑暗世界里，但是却把生意做得遍布欧洲。尤其是谢菲尔德，这2年已经把他的生意版图扩大到了南利、东洋和泰伦，从亚洲年轻人的身上赚得盆满钵满。但是谢菲尔德的集团在试图进入华夏市场的过程中，遇到了华夏警方的严厉打击，损失惨重。而那个首席科学家德拉蒙德和谢菲尔德的关系最好，这个大毒枭给德拉蒙德的实验室提供了大量的资金，以支撑对方那看似不可思议的研究。崔西这一次从欧洲来帮忙，带了好几个无人机，落地之后从当地黑市上交易来了炸药，完成了无人机改装。在那信封被贴在老夏车窗上的一瞬间，崔西就从无人机里看到了这个情况，直接用艾米拉事先标定好的高空尾随程序一路跟了上去。而在看到这3个毒枭居然出现在南利首都之后，苏无忌连犹豫一下都没有，立刻让崔西展开了攻击。游侠神殿的10几名精锐手持突击步枪，开始进攻这3大毒枭所在的小型庄园。对方的火力也很猛，在被打死了几个人之后，便形成了僵持的态势。毕竟平时谢菲尔德等人所雇佣的都是最顶级的雇佣兵，战斗素养极强。而崔西觉得不过瘾，直接操控着几架无人机钻进了庄园的别墅里，把对方防御的最核心地带给炸了个乱七八糟。3大毒枭之一的麦金利最倒霉，崔西的最后一架无人机落到了他的脑袋上，这家伙当场被炸没了半边身子。而看到苏无忌抢先杀了进去，崔西和汉密尔顿也是不甘示弱，抽出武器紧随其后。混蛋！在距离这小型庄园1公里之外的一台杰尼赛斯里，传来了严坤的怒骂声。他今天本是奉奥丁大人之命来和这3大毒枭见面的，毕竟天泉神殿一直和这3人有着合作，长期涉及着毒品生意。这种生意来钱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作为黑暗势力，基本上很难抗拒这样的诱惑力。在峰会前夕，整个南里首都看似警戒重重，实则是灯下黑。当地警方只是在维持峰会秩序，根本顾不得打击毒品。人人喊打的谢菲尔德等3大毒枭选择在警力汇聚的南里首都见面，反而是无比安全的。可是严坤还没来得及赶到见面地点呢，这里就已经要被破坏殆尽了。对方为什么总能抢先我一步？严坤愤怒地吼着，他的额头上还有着一道血口子呢，这就是之前被崔西造成的。当时加特林的子弹穿透了墙体，打碎了家具，严坤的额头被家具碎片划伤。这个伤看似不重，但位置其实相当惊险，再往下半寸，他的一只眼睛就要没了。组长，我们要去支援吗？
一旁的下属问道。严坤深深地呼吸了好几口气，尽力平静了一下自己的思绪，随后说道：算了，和谢菲尔德等人见面本来就不是此行最重要的任务，掉头回去立刻。他平时的心态还算不错，可这次接二连三的被苏无忌气到失态，擅长的布局都快要被打乱了。族长。坐在严坤旁边的男人始终把一台笔记本放在腿上，手指不断告诉，敲击着键盘。他说道：我现在怀疑，对我完成定位的就是游侠神殿的艾米拉，除了他之外，我并不知道欧洲还有谁有能力攻破我的防火墙。严坤的眼睛眯了一下。你确定？旁边的黑客组员说道：我当年的考核是整个 CIA 的第1名。会不会是东亚的黑客？严坤又问道。组员说道：可能性不大。严坤摇了摇头。整个游侠神殿能打出这种花式来的，也就只有那个大名鼎鼎的影子了。看来我们遇到的并非华夏警方。说着，他重重捶了一下前排座椅的头枕。该死的暗影天王！此时10几台警车呼啸而来，与严坤的车子擦肩而过。就在这时候，严坤的手机响了起来。他看了看来电，是个陌生号码，眼神随之一凛，因为他知道陌生的号码绝对不可能打到自己这个手机上。严坤立刻接通，还未开口，里面便传出来了一道很低沉的声音：坤，做得怎么样了？听到这声音，严坤的身体控制不住的来了个机灵。整个天泉神殿里，能让他这么紧张的只有一个人。奥丁大人。他深吸了一口气，如实说道：我本来要和谢菲尔德见面，但是他们遭到了攻击，我怀疑是游侠神殿的暗影天王在从中搅局。这么说来，你失败了。奥丁的声音仍旧沉沉，听起来似乎没有什么情绪，可偏偏隔空投来了强大的压力。就连一旁那位出身于中情局的超级黑客，此刻也明显全身紧绷，脑子里一片空白，思路全断。严坤连忙说道：不大人，我还没有失败，只是暂时受挫。坤，你是我最看好的，我知道你不会失败，因为这冰封计划你已经准备了2年半。请大人放心。严坤说道：在冰封计划进行的时候，我希望清月计划也不要暂停。奥丁淡淡说道：毕竟后者对我来说更重要一些。严坤忍不住地打了个寒颤。请大人放心，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我打这个电话来，就说明你已经让我有点失望了。奥丁说道：我希望你专心一些，明白吗，坤？心脏本能的一紧，汗水瞬间湿透了严坤的后背。他立刻说道：是大人。奥丁并随后便暂时没再开口，而是沉默着。严坤自然不会主动出声，更不敢先挂电话。隔了半分钟之后，奥丁才继续开口：李在光和崔海珠背后是我在支持，这件事情你不知道。严坤的眼光一凝。这么说来，李在光和崔海珠的死是有人在针对天泉神殿，针对奥丁大人。那个杀人凶手所了解的情况比自己还多。回想起之前与苏无忌的对话，严坤沉默了几秒钟，随后很确定地说道：大人，这件事情应该不是暗影天王所为，我会查出真凶的。
奥丁说道。鲲，我希望下次在听到这个暗影天王的名字之时，是在报道他死去的新闻里。是，大人，交给我。严坤抹了一把头上的汗，说道。经过了这几轮交手之后，暗影天王有多难对付，他比谁都清楚。就在电话被挂断的时候，夏红镇和岳冰林所在的车子也与他们擦肩而过。旁边的黑客组员立刻说道：组长，那是华夏大使馆的车，在安全峰会期间，这2台车应该由华夏的夏红镇副部长使用。暗影天王既然和华夏警方有密切联系，那么一定和这个夏红镇关系很好。严坤瞬间理清了这其中的关系，深吸了一口气，本想让司机掉头，但想了想夏红镇的身份，于是说道：不要节外生枝了，集中力量，全力进行冰封计划。是，组长。那黑客又开始噼里啪啦地敲击着键盘。我现在得出了破冰计划可能存在的3处秘密会谈地点，是否要全部进行冰封？一个破冰计划，一个冰封计划，这2个计划所表达的什么意思？其实从字面上来看就已经非常明显了。严坤加重了语气说道：集结力量，命杀错，不放过，完成彻底冰封。15分钟后，那小型庄园已经变得一片狼藉，30多具雇佣兵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欧洲的3大毒枭只剩下谢菲尔德还未被俘虏，生死不知。凯尔斯被苏无忌一剑劈断了半条胳膊，当场俘虏，而麦金利则是上半边身子被炸了个稀巴烂，死得不能再死了。这群毒贩颇有能量，竟然能追踪到夏红镇的车子，准备在南利直接挟持华夏的副部长，以交换德拉蒙德。欲先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谢菲尔德等人能有这么离谱的想法，而且还敢付出实施，确实距离彻底完蛋不远了。全昌浩已经到了现场，在听到属下做出了简短的情况汇报之后，他的脑袋一阵阵发晕。眼看着安全峰会即将举办，欧洲3大毒枭来添什么乱？全昌浩怒骂道。夏红镇的声音在后面响起：换个角度来看，这是机会难得的好事，这表明南利对贩毒集团的打击力度大，在维护社会安全稳定方面做得非常好。全昌浩看着那些死去的雇佣兵，目光从被俘虏的毒枭凯尔斯身上扫过，脸色难看地说道：这社会的安全稳定也不是我维护的，我甚至连是谁干的都不知道。夏红镇笑了笑：不管是谁干的，都可以算到你的头上。全昌浩自然知道事后报告该怎么写，这事儿要是利用得当，说不定直接可以扭转所有对他不利的舆论。摇了摇头，他说道：可惜那个最大的毒枭谢菲尔德跑掉了。夏红镇微微点头：确实让此人跑掉，确实可惜。谁说他跑了的？一道声音远远传来，众人循声望去，一个年轻的身影正扛着昏死过去的谢菲尔德，从烟尘之中缓缓走了出来。此刻夏红镇分明看到身旁岳冰凌的那一双冰眸已经是控制不住的猛然亮起，